台北盆地群山环绕，在盆地周围的这些山地具有个别不同的特性。盆地东边及南边的山区，在地质上属于西部陆山带，是距今约200万年到3000万年前沉积的古老岩石。盆地西方的林口台地，则是约100万年前的堆积砾石和沙泥层。北边的大屯火山，是20万年到80万年前开始喷发的火山岩。而盆地内部则堆积着40万年以来尚未固结的沉积物。盆地内河细水流的汇集，最后形成淡水河出海口。淡水河由于河面宽广，流速与流量稳定，且具有全年不断流的特性。早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淡水就以港口闻名，跃上世界舞台。大约等到18世纪后叶，逐渐发展成为街市护尾街，也就是现在的淡水老街一带。16、17世纪时，淡水河因地理位置重要，具有航运之力，所以在此作为海上贸易据点。在台北盆地内，大科坎溪和新店溪交汇处形成水运交通网，带动新庄、艋舺、大稻埕等河港的发展。船只可上溯大科坎溪至大科坎三角涌，沿新店溪至新店，沿基隆河至瑞芳等地。所以淡水港是指淡水河流域所有河港的统称。到了乾隆年间1734年至1795年，位于大汉溪、淡水河与新店溪交汇处的艋舺，因为三面临水，可停泊船只，水运条件优越，成为台北盆地货物的集散中心。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艋舺已经比当时的淡水来得繁荣，并且有一府、二路、三艋舺之称。1738年，来自福建省晋江、惠安、南安的3亿人，因容易染上瘟疫而送命，为求神明保佑，便从晋江龙山寺分香观音菩萨的香火到台湾，并且建成艋舺龙山寺。1858年，清咸丰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淡水正式开港。1862年7月，护尾开设海关，正式收税。淡水港之黄金时代约在1865年至1905年之间，主要的进口品是鸦片、纺织品，主要的出口品是茶、蔗糖、樟脑。其中乌龙茶出口值占了1868年至1894年淡水港总出口值的88%，而福尔摩沙乌龙茶更享誉全球，至今仍有许多品牌沿用 Formosa 乌龙 Tea 的品项。因为淡水河上游开垦伐木，破坏山区水土保持，造成下游河道的淤积，码头的功能逐渐减弱。同时，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将国际贸易的重心转往基隆港，大力兴建基隆港及台北淡水之间铁路及公路的交通建设，取代原有的河运。货品多改以由基隆港输出，基隆港终于在1903年起取代了淡水港。在1941年仲夏，最后一班荷兰籍邮轮驶离淡水港后，淡水港承担货运的任务遂告终结。现在，淡水港卸除了国际港重镇，渐渐地转变成北海岸观光区。
淡水河也已失去大部分渔业功能，仅存的小型渔船，现在大多集中在捷运站后方公园的简易渔港区域内。一部分的渔船都已移往了渔人码头第2渔港，而渔人码头不但占有优厚的地理环境，还拥有美轮美奂的浮动码头，提供大小游艇舒适的停靠场所。每到假日，游客可从八里渡船头及淡水渡船头搭乘蓝色公路，体验当年的货运与通勤者的渡船路线。台北到淡水铁路线在1988年停止营运，原有的铁路设施改建成高运输量的捷运系统，往返台北及淡水的时间只需要30几分钟，前往淡水旅游更加快速与便捷。加上政府积极开发捷运周围的观光景点与新市镇，造就了当地的经济与人文发展。100多年后的今天，在对岸的八里区规划一座国际商港台北港，其定位为基隆港的辅助港。新建中的淡江大桥将连结淡水、八里、台北港为一体，期望为当地带来更便利的交通与发展，让淡水风华再现。油车口油车就是古早榨油啦，菜鸡油、土豆油啦，所以汉移民来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个做油的工坊但是位置不可考。油车的名字是因为油车经啦，油车经淡水河口做油车口，古地名。淡水曾经是台湾3大重要的商港，文史老师说，康熙年间，汉人开始移民到这里，渐渐形成部落。令人好奇，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淡水古早就是日本的海盗啦，日本的商人会来跟原住民、跟福州那边来的汉人会有互动，所以最早就是会像13行人啊、平埔族啊，跟汉人在这里会有一些聚落。那淡水到后来就是乾隆之后有大量的移民，那一直到咸丰开港以后，又有外国人马街啦、商行啦会来这里，所以因为是河口的关系，是海港的关系，开拓很早，那开拓很多元，那有汉人的信仰，那有西方的建筑。这间是那个陆家的祖厝啦，陆家祖厝。那油车口这边都是泉州人，惠安特别多，永春呐，他们的移民。陆家祖厝是油车口4大家族之一。对，油车口的开拓跟骆家、跟郑家、郭姓几个大姓很有关系。淡水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台湾的开发史中属于较早开拓的地方。宗教信仰也大多是伴随着渡海移民来到台湾，而油车口苏府王爷庙位于北台湾美丽的海岸线上，也是油车口的信仰中心。那么苏府王爷又是何方神圣呢？我们苏府王爷经过我们那个图基下来，就告诉我们是出生在广东省人士。为什么会坐落于我们淡水油车口这个地点？这是据说啦。比较可信的那个消息是，清朝初期的时候，那个福建到台湾的那个商船，就是由淡水河口跟福建省的那个河口在对开，然后有很多商船，每家的商船都有供奉自己的神明在船上膜拜，然后才能保佑这个航行之中的平安安全，然后就有一个商队的那个船只，就是供奉的苏府王爷，
然后他有一天在淡水河口发生了海难，由生还人员恭请我们王爷下船，然后到这个油车口的居民里面，大家一起共同膜拜。共同膜拜以后，就感觉苏府王爷的那个承认神迹。道光年间，他们其实建立一个小庙，然后俗称这个水陆庙。因为苏府王爷他的神力庇佑，附近居民感念他的恩泽，于是，在道光年间共同集资建庙。当时的形式非常的简朴，称为水陆庙。1853年，清咸丰3年的时候，才正式称为苏府王爷庙。后来庙宇又陆续的改建，增修了龙柱、拜亭等等，才有了现在华丽的景况。而苏府王爷庙能够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肯定是对当地人有着莫大的贡献。这幅高挂在庙前殿正上方的牌匾，背后就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最有历史印证的就是光绪10年，那个西元1884年发生了一场中法战争，法国军由淡水沙仑海滩上岸以后，然后在中仑那个地区发生了激战。当时在发生激战的时候，由我们苏府王爷派遣神兵来一个喝退法国军队。之后，清朝那个驻守炮台守将张高原将军就制了一个匾额。因为当时镇守淡水的有2个部队是湘军跟淮军，那这个淮军的统领就是张高原。那张高原他在清华战争打完之后，他回到淡水，赠送给淡水龙山寺一个匾额，赠送给苏王爷一个匾额。谢谢他们在清华战争的时候，妈祖显灵、观音显灵、祖师显灵、王爷显灵来助战，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苏王爷龙山寺有张高原的送的匾的真迹。到底这一场有着100年历史的民俗文化活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庆典是年度的，已经100多年了。据我所知，从我祖父那一代，已经应该100年有了。我们王爷还有一项圣物，也是维持100多年一直不变的那个仪式。诸位，你刚刚讲的100年圣物，难道是这艘王船吗？是的，没有错，就是这一艘王船。尤其这个王船是很特别的，它这是完全用纸糊好的一艘王船，所以它这个就是100年不变的，维持100年不变的东西。也从古到现在就是纸糊的，没有经过任何东西在加工。怎么会有王船呢？它这个王船就是我们王爷是那个明朝年间考进进士，然后他那个官位提升到7省巡按，所以那当时才有配备这一艘王船给他使用。所以它王船上面的配置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吗？那个也不是，那个我们每年8月会给车运，那个我们王爷会降价，来指示我们王船的这个尺寸，还有每年的出行王爷的姓氏，还有王爷的衣着，还有那个水手几位水手，然后他还会再指派我们说每个居民要准备什么茶盐蜜的东西多少分量。所以咱这2件的活动都是跟这王船有关系咯。那是绝对有关的，因为我们王爷那个出行的时候，道经出行的时候，他把地方的那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把它收服，然后他用这个王船把它送出去，所以以保我们这个地方的平安。听主委说，苏府王爷为何会有王船，是因为苏府王爷生前为7省巡按，因为官阶高，所以才能够配备王船。只是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庙宇，还有传承100年的民俗活动，为什么鲜少人知道呢？早年是没有留下一些文字的记载，所以没有办法很多人知道。然后最近几年，我们那个时代的进步，那个网络发达啦，他们有听说过来这里参与的人，就会把那个播上网，然后一个人告一个人，所以会形成有很多人想知道这个庆典的仪式是什么样。因为其实王爷他的特性是，他不一定都会是只称的同一位，同样姓苏的王爷可能有好几种类型，那他们可能源头，或者我们说他的姓名啊，他的神话故事可能都不一样，所以
其实王爷是个很复杂的状态啦，我们不一定说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名字，我们顶多只知道说他是个姓苏的王爷。哦，那如果讲台湾比较具代表性的苏府王爷信仰的话，其实主要是可以说是源自于金门，哦，然后鹿港是最主要的发展在台湾发展的地方，哦。那金门的那个苏府王爷的祖庙就是在那个廖罗湾旁边的新头武德宫。那在台湾比较多分灵苏府王爷的庙就是那个鹿港的奉天宫。因为这个王爷就是汉移民从沿海带过来的，大部分咱下港拢是做四个王爷生的庆典嘛。那这个9月9，就是在许多王爷庙里头也是一个差异，一个特色。所以那个中研院的研究员那个谢宗荣谢老师，他就有研究，是浙江那一边的王爷，因为秋天的疫情、瘟疫所以在9月他们会有一些针对瘟疫、针对王爷的这样一个庆典。那在谢老师的研究里头，就有记录到水路到场，然后是9月9。那所以这个跟淡水的苏王爷为什么会9月9，会有一定的关联，这个必须要考证。来，下加精葱，下先水落来。好啦，先水先做啊，我查到你好啊。人员在王船上头与周围堆满了村民要献给出巡王爷的金纸跟好兄弟的纸钱、金衣。待一切都放置完毕之后呢，最后在苏府王爷机身一声令下，点燃王船，恭送王船出海。最主要目的就是讲，王爷来食咱遮地方，互咱遮地方保护平安。古早人讲有神就有鬼，所以讲就是甲遮妖魔鬼怪，唔爱互伊带咱这砖头，要更加送去西方。所以讲今日大家都爱传出来甲拜拜，物件传到遮，金纸互伊，更加送去西方迄边去。目的是安尼，伊要烧这王船吼，就是讲拄啊放好，就是讲方向。拢经过王爷的指导，落指示讲要照倒的方向安尼去行，烧顺利安尼去。若烧煞，古早咧烧煞，伫遐要行出来，恁无爱互看，袂使越头的，因为迄是送一寡歹物仔出去，所以讲无爱互认出讲伊什么人安尼。即摆来到遐有创迄净水，互恁大家静静的等于拢清气，大家平安安尼上好安尼。他们最后火化掉之后他们这些都要去到哪里去？那其实民间会有类似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就是让王爷自己去寻找他要去哪里这样子。那一般像我们在讲那个东港、西港其实比较普遍性的说法就是说，王爷他既然是代天巡狩嘛，他是受上天的命令下来人间，那他当然回去也是回去天庭。那有一些也会说，王爷他就是他的任务，他就是一直在人间都还是有一种巡视的任务，所以他就是可能今天在油车口，下次就到哪个地方去，这样对，就是这样子居无定所的巡视这样。由苏府王爷的年历庆典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无形世界的敬畏之心，也体现到了神明对于境内子民的关怀与照顾。在这次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油车口的乡亲与苏府王爷之间的依赖，感受到的是神明对于信徒的一种心灵寄托。这种力量从青春年少到白发斑斑，就像是一辈子的约定，100年来都没有变过。